DIY 卡扣地板，我跟你说最困难的点在哪里？你只要 DIY 吼，最困难的点在这边。来，你看门框处哦，你的这个门框在接地板的时候，是不是都长这样？弯弯绕绕的。来，你要怎么用美工刀徒手去切出这个弯弯绕绕的形状，又要在很大力的情形，哪叫你老公做啦？地板升级术，低成本来打造高质感的出租屋，来拉高租金。先说结论你多弄一个地板，可以大幅提升房子的质感，它能够起到很明显的拉高租金的效果。如果你嫌贵的话，可以只要弄房间就好。那你客厅的话，就用沙发区的地毯这样处理。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这是一个新的系列，我会跟你分享我认为还不错的拉高租金小物。简单的说，就是透过一些 CP 值很高的东西，让租客很有感觉，这样让你租房子的卖相更好，拉高租金。如果你是租客的话你也可以看这一期，因为我会尽量介绍就是那些是带得走的东西，而不是说就要送给房东了你讨厌他，你还要送给他整间这样。那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怎么施展灯的魔法，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分享说，用地板来提升质感这是我们来讲地板它比较难处理，然后它价格也确实比较贵一点，我个人认为蛮值得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什么超耐磨免胶地板都是可以拆下来带走的，不过那种重量我不认为是有谁搬家以后他要把它扛走，卖脑，那真的超重的呢，那个重到你一坪的地板你男生来扛你就很吃力了女生是根本直接拿不动。对房东来说就是你用这种地板比较方便好维修，这样就这块坏掉你可以把它切掉，然后只换那一块就好。当然换完以后会有缝那个有缝就有缝就这样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如果你是房客的话，你可以铺局部的，例如说你的卧室嘛像你在外面租房子租套房，你还是想要生活的质感跟品质好一点的话，好，那你就铺你那间卧室。然后卧室还有什么床衣柜什么的可以取巧就是你只铺看得见的地方你衣柜也是摆在那里你们要换位置的话，对不对？你衣柜移旁边那一小块就可以不用去铺，没关系。然后你铺了跟没铺不是地上或落差吗？那没关系你的衣柜把它重新摆上去，就是说衣柜它的正下方是没有铺的，那外围的一圈么字形的地方有铺，那没关系那衣柜会微微往后倒，因为它被抬高了嘛，我会往后倒，它更稳固，就跟我们一般在放冰箱一样就让它微微往后倒这个东西更不会有什么门自己就开了之类的。那这样算一算你应该一整间套房会花不到1万块，因为我自己实际测过那个免胶地板，它已经算最贵的东西塑胶地板，然后 SPC 再往上免胶地板那免胶地板我这样子去测过，大概9000块上，我记得是8600还8700吧9000块上下就可以铺3坪，应该就可以铺满你的卧室了。我现在说的是租套房如果你是全家都要这样子铺的话，那你就看几坪你自己乘这样。那你说真的会很多吗？差很多吗？来，你看这个第一张，来，这个是有铺木地板的，是不是看起来就很舒服，就很无印风嘛如果你男的你的套房用成这样，你要约女生回来也比较有机会嘛来，我们来看第二张，这个就是台湾传统的瓷砖，对不对？来，你看是不是整间房子的颜值瞬间就降低50%以上就马上就看起来有点老气。而且非常多的中古屋它又是惨白日光灯它看起来而且它的地砖也不一定是这样抛光石英砖那么大片那么好看，一些很老的中古屋还会出现以前那种反正很夸张的地板，就对，绿色对不对？长得像那种以前小时候吃的口香糖加绿鲜就这样就很难看，你就给它铺上去这个就是木地板的神奇功效，你底下瓷砖是都不用敲掉女孩子一定是更喜欢，比起瓷砖更喜欢这种木纹的东西木头地板，因为它温润，它看起来舒服，它无印风一样，无印是做生意的所以它一定是做最符合市场口味的最大众的审美的东西无印风都做出来了，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可以抄对就这样木地板我自己在选，我喜欢选浅色，我不喜欢选深色，我觉得深色不好控制然后看起来你稍微弄不好，看起来就压迫
然后你用浅色的话，那个质感才比较容易跳脱出来。你去看无印大概是这样，精致很多，舒服很多。有哪些地板可以选来，第一个是巧拼巧拼，我们小时候都用过嘛，现在很多幼儿园还在用嘛来，巧拼现在也有做木纹的，你知道吗木纹的，但是它看起来有够假，真的是有够假。来，你看，我先说这个我没有推荐没有推荐这句话后面我就不讲了反正这支影片有出现的图片就是给你看参考的。巧拼的优点是什么？是便宜，而且它应该是里面最便宜的，地板里头最便宜的，那也最好拼的，你有手就会，小朋友都自己都有办法去把它这样卡起来，但是我不喜欢我都没有在用。它缺点蛮多的来，第一个缺点，它很容易翘起来，因为它里头是泡棉嘛，泡棉它吸水呢，所以它铺久了以后都会膨开那压都压不下去的那一种。因为你只是给它放上去，它又没有背后的胶或是什么去给它粘住。如果它有这个功能，你也不想要去涂那个胶去污染你自己的房间嘛。那第二个缺点是它很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巧拼之间的缝隙其实算大时间一长，灰尘、毛发、你的头发、你的卷毛都会卡在这个缝里面。如果你很久没有清的话，你掀开来真的很精彩就是一块一块的脏污，或是一坨毛发会直接卡在里面。如果有养猫养狗更嗨，你家狗不小心在那个巧拼上尿出来你就嗨了。你那个房间怎么扫都很容易会有尿骚味，你那表面还好这要是它不小心抖一下，然后就渗到那个缝隙里面的麻烦，真的很麻烦，怎么扫都会有尿骚味如果你就是很喜欢闻到那个尿骚味，那就当我没说。来，第三个缺点是它可能会有毒气可能仿佛似乎这样。中国已经有新闻就说父母亲在小孩出生前就用心布置好了这个婴儿房全部的房间地板都贴这个，他墙壁也有贴，怕小孩子那边爬来爬去撞到嘛因为它软软 QQ 的这样 OK。 可是他就是买到那个劣质产品释放出毒气，父母又不知道，没有哪个父母这样害自己的亲生小孩啦。结果后来那个婴儿不幸罹患白血病，后来东查西查才知道说是这个东西那持续去释放出毒气，好像甲醛吧。当然现在巧拼的生产工艺也改良非常的多了，这种巧拼释放甲醛的问题早就会被在生产制造的环节就被修正掉。可是巧拼就是这样你都买巧拼了，你就是要买便宜嘛，对不对？哪边最便宜？中国淘宝来的最便宜，淘宝来的它又要有办法卖那么便宜，它的生产标准检验标准我们就不得而知总之这个能闪就闪谁知道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省这个钱干什么也没什么好去赌的我不喜欢用巧拼第二个选择是免胶地板免胶免胶地板长这样，来你看一下那免胶地板我个人认为它比巧拼好一点的地方是它不像巧拼一样会有细缝卡灰尘的问题，你就是拼密一点，拿胶锤这样这样把它敲过去，那个两片它敲那个就缝都不见那个免胶地板要讲一下就现在的免胶地板真的是你就把它买2块，你底下先垫一张卫生纸，然后2块然后你再把胶锤敲紧，就底下有卫生纸的情况，你把它倒水在上面，然后你就走了然后过半小时1小时你再回来回来之后先把水擦干净，然后再把那个免胶地板掀起来，你会发现如果你有敲紧的话它的那个卫生纸不会湿这个东西我就有满意因为我想说这个用胶锤敲这个缝隙到底是唬我的吧没有，我自己去试好像还可以就这样。现在的免胶地板都做得还不错，它的止滑都很厉害，就是你如果下面是瓷砖有打扫干净的瓷砖的话，你免胶地板放上去，你那个赤脚去踩它去推它去撸它都不会动，就这样。你只要不要大力的去乱搞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位移的问题。那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耐用程度会比较低，可能几年就要换一次，不过是没差啦。我真认为我们又不是说弄这个地板以后我30年都没有要换这种地板不管是那个巧拼就算了就这种免胶地板 SPC 都一样，它都要收边，收边就是你不是铺在地上你墙角那边你都要怎么样，都要去打矽利康去做收边，然后收边条我们自己也是用矽利康在粘的。好，那这个没有学过的就真的要学一下你要贴胶带那你才打得漂亮，而且它全程都是蹲在地上弯腰往前伸展在那边作业很考验你的核心，就你肚子那边
啊，没学过真的要练习一下，你才会打得漂亮。然后胶带记得要贴，不然会弄成一场灾难，真的是灾难哦。新手很容易粗暴的地方是我不知道贴胶带跟没有刮过矽利康那你就直接去上手的朋友一旦矽利康打错，那会直接就是连你墙角的油漆就一起毁掉善后的事情会很麻烦很麻烦。如果你是女孩子，我建议你直接找你老公来帮忙做，我说的是真的你要给他发挥男子气概的机会。你在那边看他那边施工，你会觉得他变帅因为我看很多那个爱情动作电影好像都是这样演的。那如果你没有老公来帮你做地板跟打矽利康收边的话，那你就亲自自己去做记得你刚开始先去找那个之后要放衣柜的地方，那个叫角落啦这个弄好以后衣柜移回去你看不见，你先在那个角落练习看看怎么打怎么弄，看起来越自闭的话效果越好。你有手感以后，你再去打那个肉眼就看得到的地方。矽利康打错打歪，你就要立刻擦了，那个东西不太能等你要修正的话这个还好很多人用卫生纸擦或用布来擦，没有，我跟你讲湿纸巾你也不要去买那个贵的湿纸巾，现在酷碰不是就有一堆就是便宜的湿纸巾100-200块很大一包，好几包这样，你用那个湿纸巾抛弃式的。如果矽利康你刚打你就要修正，你像立刻擦是擦得起来的那你只要等等大概30秒就黏黏的就会黏到你这样擦很大力很多次。矽利康这个东西打完就要修，就不能等就对了。最后你要知道这些地板还不错接下来我们来讲第3个超耐磨地板，它长这样。这个图我抓这个还好啦不过你知道什么意思超耐磨地板它就会比较接近木地板，因为它真的是用木粉下去压制而成的，所以木头的优点它都有缺点当然它也都有，只是说防泼水不防积水，然后它怕湿气，所以它也怕宠物尿尿这点要特别注意。它优点就是跟木头一样，而且它踩起来那个脚感很温润，不会有那种就塑胶感这样。那你自己要裁切的话通常比较困难，因为很硬真的很硬，师傅在裁他们会现场自备小的锯台这样这个就不适合我们这个 DIY 自己去施工了。最后我们来讲 SPC 地板那 SPC 地板就很流行，市场很成熟很常跟超耐磨来做比较。它的差别在于说 SPC 的地板材质是石塑粉加 PVC， 就没有木头它只是做木纹的给你看而已，所以它踩起来就会有塑胶感，但是它看起来没那么塑胶。现在的技术很厉害都可以做出木头的纹路，连木头结都有SPC 的优点就是它防水，它不怕水，它就没有木头成分在里面嘛，所以可以拿去就不太需要担心生活上的一些什么水翻倒等等的问题这样有人拿去铺厨房，有人拿去铺阳台。这个阳台要特别说一下，就是 SPC 这种东西早期的其实它出来没几年但2-3年前你装的那个 SPC 怕阳光怕紫外线，所以如果你铺在客厅或卧室会晒到太阳的地方，久了它会翘起来那翘起来的话就是你过去踩它都浮浮，它是用卡扣的嘛，那它会变形，它变形以后就会有这个问题。然后现在新式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就 SPC 没多少钱的东西你知道它会飞因为它是 PVC 材质所以确实在地板的使用寿命上撑得比较久。你真的普通正常使用，你撑10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你只要不是什么10年都会晒到太阳的话都没什么大状况。施工的话这东西是可以自己施工的，你刚买它就会付给你一支大支的美工刀，肥的美工刀就对了，这是美工刀。那像你就是割它后面的用美工刀这样割开就好。然后这个我要抱怨一下就这个 SPC 地板我之前有用过，你看他这边教学介绍都是这样割凹很好用很好画这样但如果你要画直线或斜的，直线是会发生的因为你地板铺这样一路这样横铺到那个边边角角的时候，它会变成空间上容纳不了什么，容纳不了一整块完整的宽度，所以你就要踩。然后有经验知道我们的房间都不是正四方形的所以你可能要裁一个斜率很小的梯形出来那一旦你要裁，你不是裁这样短短的距离，你要裁那么长的距离的时候，干真的很难切真的很难用很难画，因为这样就没有在顺它后面的纹路就会变得很硬很难处理，而且还会变危险。危险是说因为你就美工刀嘛你就要割嘛割那么长它又有厚度的东西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出超大力去割它，真的是超大力你蹲在地上整个人几乎压上去再慢慢割
然后你因为你怕它跑嘛，你另一只手要按紧。我自己的做法是，之前切下来的一些废料我拿来垫着来当尺这样子把它割下去，然后手要按紧，另一手要超大力的去割，就这样如果我没有用那个另一只当靠子去用的话，我靠，这个真的是你又超大力，对不对？去砍自己的手指，你要划掉，你没有去做一些安全防护的话，或是你要这样子裁那你要这样子压，你要这样子裁过去。我看很多那个 YouTube 的影片，他们在裁是很夸张，他们就是手这样摸，然后就这样子裁一旦不小心啪，对不对？你的手指怎么办那变好好的 DIY 施工会变成事故的现场，因为你超大力所以这是会喷血的你要非常的小心。你不要看完影片很嗨你就买来试，之后再来留言说我现在少一根手指了，这个会不会影响银行贷款成数地板师傅来施工这种带卡扣的 SPC 地板他都会自备小的圆锯机，他们都很快又快又好就是这样。地板师傅不会再跟你用美工刀来割的啦，就这样。那你自己这种圆锯机、小台圆锯机，你自己都要 DIY 的人，你应该不会去准备那个那就会变得很难很难切割。你真的要装 SPC， 我建议就找师傅来装，因为这东西市场成熟了，全屋弄起来也不是很贵，真的不是很贵DIY 卡扣地板，我跟你说最困难的点在哪里？你这要 DIY 最困难的点在这边，来你看门框处你的这个门框在接地板的时候，是不是都长这样？弯弯绕绕的。来，你要怎么用美工刀徒手去切出这个弯弯绕绕的形状，又要在很大力的情形，哪叫你老公做啦？讲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有想买地板来装饰的话我在虾皮有看到不错的，我会贴在留言区，你可以去看看有需要再买那我也直接跟你说，我放在留言区的商品有带虾皮的分润连结，我不是要赚这个钱，我要测测看，就是测说这个虾皮的分润计划这样，因为有带分润，所以我就直接讲出来告知你，你有需要你再买就好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
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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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讲八卦，就是我现在看起来，你看我们今天讲了我今天的影片讲了巧拼，讲了超耐磨，讲了 SPC， 讲了免胶，我没有讲到塑胶地板就是要涂胶然后去弄，那个就再说它是最便宜的。那我先说明一下我之前会去测这个东西叫免胶地板，它市场还没打开所以这东西还在贵的阶段为什么？就是我想要 DIY， 我会去省那个工钱那当我真的铺完一支影片以后，这个我会员影片有拍我真的铺完一支影片里面的那个宽度后，我这样想一想，我下一次我还是会选择用那个 SPC 请师傅来做，除非你是就只有一间套房要用，租屋族之类，你那样会找不到师傅，不然就会很贵。不然的话，免胶地板根据我自己 DIY 施工下来的那个料钱跟我付出的那个工我现在想一想，我会觉得我干脆直接找师傅来做就好了。SPC 地板。而且我要做，我会做 SPC， 不是说免胶我都要找人施工，不是就 SPC 的地板。SPC 的地板真的价格上现在很有优势了啦那 SPC 地板它还有一个问题是它清运会很贵因为它很重然后会很贵，非常的贵。不过这个缺点我认为还好，因为真的遇到要清运的时候，就是我整间房子都在做翻新的装潢的时候嘛，那时候本来就会有其他的东西要一起清运而且全屋的 SPC 地板应该体积上还没有达到1车，可是重量可能就有达到，所以清运的运费就会上升就给它升了不然怎么办？因为 SPC 在铺起来真的是我很满意啦，我们家这边弄都很满意然后扫地机器人、扫拖机器人有拖地功能的，这边走来走去也没有什么渗水藏水的问题，很不错。SPC 地板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贵，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变得蛮便宜的。之前我朋友做一间全屋连工带料的全屋通铺3房2厅铺到底从门口就铺，然后一路这样子铺到厨房，铺到房间里面去就这样全屋3房2厅的花费在4万块上下，连工带料你就不用自己切，而且那个施工速度是快的，大概1天就可以做完3房2厅不会说因为要铺个地板所以要什么在外面住1个礼拜，不用那东西很快，所以不是像以前那样什么柚木地板实木地板看不了10几万，又很难保养所以像 SPC 地板广受统包公司跟预算有限的屋主的喜爱我没有讲到设计师广受统包公司跟预算有限的屋主喜爱影片中我有提到的免胶地板，它是后来推出的东西再升级，就比 SPC 贵免胶地板我个人认为它已经是施工上最简单的做法了因为我有一支会员影片有拍，就拍给你看我怎么施工，直接用给你看施工真的是用大支的美工刀就可以做不用动到什么圆锯机。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有老公，你就凹你老公去做，这不是什么男女歧视而是这东西要动刀子，又有一点危险，而且它又要出大力气你也可以小小力割那你就要割个10几次才凹得断那如果你出力的话，大概2次就可以把它掰得断。凹你老公做，让你老公表现一下，不然难道是你蹲在地上这边用得很辛苦结果你老公瘫在沙发上打电动，跟你说快点好了没，这样吗？这样地板还没铺2块，你们就吵起来。我跟你讲，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
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啊，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啊，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